好，我们今天讲一下，这次 IMO 考试的题，然后再讲一下 shortlist 的一部分，就放学。今天最好少讲一点。我们先说本次的 IMO 考试题。同步出了问题。今年的 IMO 考题确实是有点太容易了。我们从问题1说起。他说 F 是一个 Z 到 Z 的映射，然后 F2A 加上2倍的 FB 等于 FFA 加 B。好，然后呢，首先你注意到这个式子在后面是完全对称的，它是由 A 加 B 共同决定的，所以后面这个结构里面对 AB 是对称的，所以自然的我们要利用这个对称性，我们就有 F2A 加上2倍的 FB 是等于 FFA 加 B， 从而也就等于 F2B 加上2倍的 FA。 好，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 F2A 减去2倍的 FA， 它就等于了 F2B 减去2倍的 FB。 这个式子里面的 AB 是随便取的，所以实际上 F2A 减2倍的 FA 呢，它就应该是个定值。即为 C， 就所有的 F2A 减2倍的 FA 是相同的，它就是一个定值 C。 那么你把这个塞回去，那么这儿带回去，我们就有 FFA 加 B 等于2倍的 FA 加上2倍的 FB 再加上一个 C。 好，这就给你非常大的调整空间了。你注意这里面我只要维持 A 加 B 不变，则左式的值不变，所以对应的又是 FA 加 FB 是个定值。那么这是柯西方程的常见情况，就我只要维持 A 加 B 不变， FA 加 FB 就可以跟着变。这个你可以用柯西方程来写，其实但也没有必要，因为它原题只是让你算整数的情况，对，就变得非常简单。原题只是让我们处理整数的情况。这里稍微说一句啊，我们先把原题做了，于是由新号式我们有F0 加 Fx 加1是等于 F1 加 Fx， 我们就是分别把 AB 换成 0x 加1x， 那么这个值是不变的，所以这告诉我们 Fx 加1减去 Fx 恒定等于 F1 减去 F0， 所以 Fx 等于 x 倍的 F1 减 F0 加上 F0。然后 Fx 就是肯定是个线性函数，代入解 kt 就可以了。当然这是因为原题给的结构实在是太松了，就是它只是要求在 z 上，非常的松。
好，然后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信号式的推广。信号式是可以做一般的结论。稍微说一下补充。原题这里面后面做的非常简单，是因为它是个整数结构，然后它即使不是个整数结构，信号式也可以给我们非常多的强力条件。如果原题的 f 改为 r 映射到 r， 然后信号式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信号式可以理解为 fa 加 fb 恒定是等于一个由 a 和 b 决定的函数，也就是 g a 加 b，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稍微变一下形，把它除以2，然后把这个 c 拿掉就行了。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式子一定可以转化成柯西结构，它一定可以转化成柯西结构。这是很容易实现的，大概就这么做。我们有 fa 加 fb， 它肯定是等于 fa 加 b 加 f0 的。然后呢，这个讨厌的 f0 我们把它平移掉就行了。我们令 f 一撇 x 等于 fx 减 f0， 然后 g 一撇 x 等于 gx 减去2倍的 g0， 2倍的 f0， 就是整体做一个平移。于是呢，上面的表达式是不变的。f 一撇 a 加上 f 一撇 b 是等于 g 一撇 a 加 b 的，然后 f 一撇 a 加 f 一撇 b 就自动的等于了 f 一撇 a 加 b， 然后你就用柯西方程的办法去对付它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题实际上你可以加强到就是 f 是比如说在 r 上的，然后它有单调，之类的都可以把它做出来。就是稍微说一下，就是你只要得到信号式类似的结构，你就知道它可以转成柯西的。这个题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我们说一下问题2啊。问题2做一个圆，然后它有 a、b、c。然后呢，它做一个 aa1 和 bb1，然后在这上面取了 pq。我的画图水平大幅提高了。这个还挺圆的。然后这是 Q1， 好，然后他给了个莫名其妙的条件，把 CQ1 和 CP1 连起来，这个角是等于这个角的，这个角是等于这个角的，然后他让你证明PQ、P1、Q1 共圆。我们给一个证法，给一个证法来稍微说一下。
这个题呢，主要就是这个条件怎么利用，就是这两个角相等和这两个角相等这个怎么利用。从这个结构上来看呢，它肯定是用来证明4点共圆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对着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方向。然后呢，比较常见的想法是 Q1、Q 延长跟这个 AB 形成一个交点，然后这边各形成一个交点 S 和 T， 那么这个 SCP1A 4点共圆。然后这个做法是能做出来的，但是时间长了，我现在已经忘了这个做法怎么做的。这个做法是能做出来的，就是你把 QQ1 和 PP1 与 AB 的交点做出来，然后这两个交点各形成一组4点共圆，然后去导这个圆体是可以做的，但我已经忘了怎么做了。然后呢，如果你不用这个做法呢，我们只是简单的看，现在这两个角相等，然后导出来这个4点共圆我们不想用，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角之一给它移过去。这里可以平移，也可以简单的转化。你注意到这个角实际上就是对着弧 AC 的一个角，所以你可以把它转化成其他的跟它也能对着的角。然后这里面形成的交线这个角的这边是确定的，然后这边呢只有一个 A1 和一个 Q 是作为额外的新的点，然后它还要对着弧 AC， 所以你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你只有把这个 A1 和 C 形成的这个夹角给它做出来，对吧？就是你要对着弧 AC 的一个圆周角，然后你要跟这个 Q1、Q 有一个比较好的交点，所以你只能是这么做这个点。所以呢，如果你想把这个4点共圆转化呢，你只能把 AA1 的这个交点给它做出来。这一段道理我稍微描述一下，这是我们希望找相等的角关系，然后导4点共圆。然后呢，我们要找一个对着弧 AC 的圆周角，然后与这个角 A1Q1C 相等。所以你没有选择，你只有延长 AA1。完善这个结构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延长 AA1、BB1 交圆 ABC 与 ST。按我这个图是交于 TS，就这么写吧，保持一致性。好，然后呢，那么由这两个呢，它们就是 A1TQ1C 和这边就是形成4点共圆。然后你再注意，你证的圆体也变得非常清楚了，因为 STAB 是4点共圆的，然后 PQ 与 AB 平行这么挪过来的，所以 PQ 也是4点共圆的，对吧？ PQST 也是4点共圆的，然后你自然想到我要去证 PQSP1Q1TQ 6点共圆。简单写一下，有 AB、ST 共圆，且 PQ 平行于 AB， 所以呢，我们就有 PQST 共圆。这个小结论挺常用的，实际上这次考试的第6题用这个也用的很多，就是这个小平移的结论。然后呢，又多写几句，又角 A1TC 是等于角 ABC 是等于角 A1Q1C 的，所以 A1TQ1C 共圆。好，然后呢，我们需要证的只是一个 PQTQ1 共圆，然后我们有这个 A1TQ1C 共圆，我们随便导一下角就行了。这个 PQQ1 这个角是比较好导的，然后这边呢，这个四边形圆的角大多数都比较好算，我们就算一个 A1TQ1 就可以了。于是我们有角，我们希望证 PQ
ST P1 Q1 公元。我们有角 AET Q1， 它就等于角 AETC 加角 CT Q1， 然后 AETC 就是角 ABC，CT Q1 就是 CAE Q1， 也就是 QAEB。这里我不把这个延长线画出来了。那么这两个角相加呢，实际上就等于把这儿延长出来，这个 y 角。然后你注意到 PQ 和 AB 是平行的，所以你把 PQ 连起来，这个 PQQ1 就等于这个 y 角。对，没画出来这一段，但是这个相等是显然的，就不做这条辅助线了。它显然等于角 PQQ1。所以呢，我们有 PQTQ1 公元。所以 Q1 在原 PQT 上，那就不用做了，剩下一半是一样的。这个题的做法实际上是很多的，但是我全给忘了。就是那个 QQ、QQ1 和 PP1 延长形成两个交点是有一个学生给出来的，但是时间久了，我现在已经忘了是怎么做的。还有一个做法是把 PQ 做适当的平移，也可以比较简单做出来，因为做平移之后，这几个角的关系还是保留下来了。时间久了确实都忘了，我当时应该写下来。好，然后我们说问题3啊。问题3说呢，有2019个点，其中有1010个点，它的度数是1009，然后有1009个点，它的度数是1010。好，然后呢，它允许你执行这样的操作。A 点如果和 BC 都相连，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变成 A 与 BC 都不连， BC 相连，然后让你证明可以反复操作，让所有点的度数都小于等于1。好，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用蓝笔写。就是你直观感觉上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实现的，在你这个操作过程中，就是总的连线是越来越少的，然后你一直操作下去，任何一个这里面你做一次操作的时候，实际上只需要这个点 A 度数是至少大于等于2，并且能找到一组不相连的东西就可以了。感觉上就是大多数时候，只要有一个点度数比较大，你就可以反复进行操作，反复操作，减少线，感觉就合体。
然后呢，然后你主要担心到某一步你突然不能操作了，实际上不能操作是比较难的。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样不能操作。只用担心，如果你要出现不能操作，而不是那种什么所有点的度数都小于等于1，那你肯定是操作不了了。就是有的点度数大于等于2，但是你不能操作，那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这个 A 它的度数有足足是大于等于2的，它与 B1 到 Bn 相连。然后呢，为什么不能操作呢？因为 B1 到 Bn 两都有连线，所以它不能操作。从而无法操作。就是只有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就是我虽然度数很大，但是我连向的所有的这些点两都是连线的。然后你在想，那这个图得长什么样啊？对于 B1 来说，同样的 B1 与这至少 n 个点都是相连的， B1 所连向的所有的这些点也同样是两相连的。所以呢，你从 B1 出发也找不出2个点它不连，然后让我来执行操作。然后从 B1 出发 ，B1 来看，一切与 B1 相连的点也两相连。所以你看就很清楚了，那么 B1 也只能与 B2 到 A 相连，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与这之外的某个点相连，那么这个点与 A 也得相连，这就跟我们一开始画的这个 A 只与 B1 到 Bn 相连是不符的。所以呢，可分析出它应该是个完全图结构。A 处于一张 n 加1个点的A 在一个 kn 加1中，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图就是若干完全图构成的。然后你稍微注意一下，最开始所有点之间没有连上线，就是你只是这些点之间连了一部分比较少的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线是逐渐减少的，所以你要操作卡死，你得是若干个完全组图，你不可能是一个2019个点的完全图，这个不可能，一开始就没有这么条线。所以此时图记应当是一张为一张由若干 ki 构成的图，所以它一定是若干完全图构成的一张总图，然后这张图你无法对它进行操作。这张图上有点的度数大于等于2，但无法操作。然后我们只要回避这一种情况就行了，就是说我们大多数情况都是能操作的，只有一种情况会卡死，就是整个图变成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完全子图，一堆每个连通分支都是一个完全图，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没法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只要在操作中回避这一点就可以了。反正是写分析，我们写的就比较随性，就是说上面这种情况卡死了，我们只要把这种卡死的情况给它回避掉就行了。然后那么我们肯定是遵循某种原则来回避卡死。稍微说一句啊，你举一些例子可以看出来，如果你不当操作，确实是有可能形成若干完全子图这种情况，然后把你卡死，可以举例子看出来。然后你要回避卡死的情况，我们就得遵循一下一些基本的原则。最容易想到的呢是
你要形成一个完全图，你就必然有圈儿。所以你只要操作最后使图里面没圈，就肯定不会出现完全图。但是呢，初始这张图是完全有可能有圈的，因为你这个每个点的度数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圈我们回避掉。然后第二个你可以看到的一个一般性原则就是说，如果你是由若干完全图构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你整个图是不连通的。然后初始的这张图很明显是连通的，这很明显嘛，每个点的度数都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保连通就可以了。就是最容易想到的是圈，但是圈实际上很难，所以我们就保连通来操作就行了。好，然后这个保连通操作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就首先稍微说明一下原图是连通的，注意到原图的任何连通分支均有大于等于1010个点。这个道理显然，因为你任何一个点的度数都至少是1009嘛，所以你任何一个连通分支里面一个点至少要与1009个点相连，所以这个连通分支里面就至少有1010个点。然后你整个图中只有2019个点，所以你没有办法拆成2个或以上的连通分支，故原图是连通的。然后呢，我们反复执行操作，然后保持连通性。然后我们就写个临界态，直到不能操作为止。设此时的图为记。好，然后我们来分析这张图记。这张图呢就剩不下多少连线了，然后我们的任务去说明它没有圈，就是它已经把圈全干掉了，它必然是一个数。我们对图记简单的分析。这点比较奇怪，是我们先拿一个度数大的点来分析。我们设图记中度数最大的点为 A， 好，然后若 A 小于等于小于3度，若 A 度数小于等于2。好，注意这是会出现问题的啊，这稍微利用一些小性质。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图要组成连通图，然后你有2019个点，那么差不多平均来说每个点需要有2度，因为2019个点组成连通图至少要连2018条线，平均就差不多是一个点2度。然后你注意这个操作呢是保每个点度数的奇偶性的，因为在这张图中 A 最开始连了2条线 B、C 各连1条线，换成这张图 A 变成了0度 B 和 C 各变成了1度，这个操作是保度数的奇偶性的。初始有1010个点的度数是1009啊，所以现在它们的度数都是1。稍微说明一下这一点就行了。注意到原图，注意到操作保每个点的度数的奇偶性，保一切点度数的奇偶性。则有1010个点度数为1。这肯定不对了，剩下的点度数都小于等于2，全图不连通。矛盾。所以呢 A 的度数大于等于3，
然后我们简单的设 A 与 A1 到 AK 相连。然后呢，我们注意到 A1 到 AK 不会两两相连，因为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保了它不会出现完全图。然后如果 A1 到 AK 两两相连，你可以用刚才的分析就可以分析出来。那么 A1 到 AK 现在度数就都已经是 K 了，它们就不能和外界相连，所以它们会形成一个孤立的完全图。这肯定是不对的。注意到 A 度数最大。这里取最大就是为了这一点方便。A1 到 AK 不会两两相连。用蓝笔写吧，这种小的琐碎的细节。若两两相连，则 A1 到 AK 已有 K 度，所以 A1 到 AK 均不与其他点相连。所以呢，既不连通。所以肯定是不是两两相连。然后我们设 A1 A2 不连。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来改一下这张图。A1 A2 不连的话，所以我们就可以对 A1 A2 执行操作。于是去掉 A 之后 ，A2 与 A3 到 AK 不在一个连通分支。应该叫均不在一个连通分支。这个实际上是正面示出来的，就是说 A1 A2 现在不连，那么我们就可以执行操作，把这两条线拿掉 ，A1 A2 连上，然后 A 是与 A3 到 AK 相连的。如果 A1 A2 间接的有一个办法与 A3 到 AK 中任何一个点相连，则它们还是与 A 连回去了，整个图的连通性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就这样，是正面这么分析出来的。然后写的话就这么写了，就是否则如果 A2 与 A3 是连通的，这儿应该叫做与 A3 到 AK 均不连通，对，应该这么写比较好。否则如果 A2 与 A3 是连通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这里面除了经过 A 之外 ，A2 A3 还有一个走的方向。那么我们把 A 对 A1 A2 这个连线，我们把它改成 A1 A2 直接相连，然后 A2 通过一些其他的路与 A3 相连，然后 A3 与 A 相连，那么全图的连通性不会发生变化，仍连通，矛盾。所以呢，你就可以执行别的操作。好，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如果 A1 A2 不相连，则 A2 A3 不间接相连，就是说你直接是不连的，而且你间接的通过任何路径都不相连。然后那你又可以推出来 A2 与 A3 到 AK 中任何一个都不间接相连， A1 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不间接都不相连，然后 A2 A3 不间接相连，所以 A1 A2 也不间接相连。然后这样 A1 到 AK 它们都是去掉 A 之后它们都是不连的。反复这个过程，
于是去掉 A 之后，A1 到 AK 两不连通。这儿应该写上备注。这儿我们要干的事儿是去证G中无圈。G中无连通分支，无完全子图。好，这样的话呢 ，A1 到 AK 它们两不连通 ，A 所连接的这些东西在拿掉 A 之后是两不连通的，所以 A 不在任何圈中，故 A 不在任何圈中。好，然后我们用 A 来说明这个图 G 中本身是没有圈的。好，若 G 中有圈，如果 G 中有圈，取一切圈中点，中距 A 最近的为 B。这个所谓距离就是 A 通过几根连线能到它。然后呢，我们把这张图画出来。我们假设这个圈是这样的 ：A 一顿乱走，走到 C， 然后走到 B，B 走到 D 和 E， 然后 D 和 E 通过我们不知道的反正某个路径就绕一圈连上了，然后 B 在这个圈中。于是 C 与 D、E 不相连。这个道理是，如果 C 与 D、E 相连，那么它也形成一个圈，这个圈中呢有一个点 C 离 A 的距离是更近的，所以 C 与 D、E 不相连。注意这里面 C 有可能是 A， 这个结论还是没问题的。C 与 D、E 不相连，我们就可以对它做稍轻微的改动。我们把 B 和 CE 的连线改换成 B、CE 相连，也就是把这条线拿掉，这条线拿掉，改成这条线。那么整个图的连通性不会发生变化，连通性不变，矛盾，故此时图无圈。行，好了，这个时候 G 已经被你干掉了所有的圈，然后你这个操作过程中是不会加出圈来的，因为你原来你这个操作过程是 B、C 通过 A 相连，然后你做了这个操作之后 B、C 直接相连 ，A 被踹出去了，所以你这个操作过程中是不会改变，不会增加连通性来导致出现一个圈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之后任意操作 G 是不会有圈的。G 中呢是永远不会有圈的，所以只要 G 中还有度数大于等于2的点，你就可以操作。故只要有大于等于2度的点即可操作。那就做完了。这样你可以操作到没有大于等于2度的点就可以了。我们先课间休息吧。
好，我们继续说啊。这次考试的问题4和5，我们只做一个说明，因为其实要把它写清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它本身道理实际上是很简单的。问题4，他说 k 的阶乘是2的 n 次方减1 ，2的 n 次方减2，一直乘到2的 n 次方减2的 n 减1次方。然后这个式子你其实光看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 n 比较大的时候肯定无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写一个分析。n 比较大的时候，分析右式的2含量就可以知道是无解的。因为你看右式这个结构，实际上它里面含多少2是非常清楚的，而左边这样的一个 k 的阶乘的含2量我们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可以把它说清楚。然后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如果右式的含2量是多少呢？右式的含2量呢，第一个式子里面是不含2的，然后第二个式子里面含1个2，然后最后一个式子里面含 n 减1个2，它是2分之 n 乘 n 减1个2。我们直接把它换算量级吧，就大概是2分之 n 方这个量级。这是右式的含2量。然后右式的大小呢？右式的大小是介乎于它每个括号里面都不超过2的 n 次方，一共 n 个式子，所以它不超在2的 n 方次方到2的 n 减1次方的 n 次方，也就是2的 n 乘 n 减1次方之间。实际上右式大概就是2的 n 方量级这么大。这个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了。然后我们注意看左式，左式里面 V2 左式是 k 减 sk， 对吧？就是 k 的阶乘的含2量就是 k 减去 k 的二进制表达里面的1的数量。我们知道当 k 很大的时候， k 的二进制表达里面1的数量跟 k 比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是一个跟 k 大约等于 k 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你这样来看的话呢，差不多就是 k 应该大约等于2分之 n 方左右，所以你应该有左式，那么左式大概就应该是等于2分之 n 方的阶乘附近。但是右式呢，右式大概是2的 n 方次方这个附近。然后我们知道2分之 n 方的阶乘是远远大于2的 n 方次方的。这个道理比较显然，就是你 n 从 t 变到 t 加1的时候，右边相当于增加了 2t 加1个2，而左边是增加了差不多 t 项，每一项都是2分之 t 方这个量级。那么只要你的2分之 t 方超过4，就肯定能弥补这个。所以左式增大的是比右式要快得多的。对，这个简单算一下就知道了，然后说明这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说你搞清楚了量级关系，你只是写不等式的时候怎么写的问题而已，就只是个简单分析不等式。这里面 k 大于2分之 n 方，你去写一个不等式就行。好，这是问题4，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做个说明就行。然后说一下问题5，也是写起来非常麻烦，但是实际上道理是很清楚的。这个问题5是过于简单了，付了一堆纸，结果发现都取0就可以。首先原题它那个描述实在是比较恶心，所以我们规定 h 等于1 t 等于0。然后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对于一个序列是什么样子的。对一个
有 k 个一的序列，我们假设它的 D A1 A2 A3 一直到 AK 位为一。这里规定一下大小顺序，对。A1 小于 A2 小于 A3， 然后一直小于到 AK 位为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操作会怎么样。好，对你来说，你第一次会去操作 DK 位，假设在这个位置。好，然后呢？然后注意，你 DK 位之后，后面肯定是有一个一的，这是因为你这个序列里面至少有 k 个一，然后呢，那么这 k 个一的分布最后一个一肯定会出现在 DK 位或 DK 位之后，所以 DK 位这儿无论是不是一，从 DK 位开始往后数，一定能数出一个一来，要么就是 DK 位上正好是一，就是从 DK 位开始数往后肯定能数出一个一来。设从 DK 位起向后第一个一为 DAI 位一 ，DI 位 AI 位，再 DAI 位。好，然后两种情况，第一 ，AI 就等于 K。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序列你对 DK 位动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位置本身就是一个一。那么你这次操作会把这个一改成0，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 k 减1的情况。一次操作，它就变成了 k 减1个1的情况。好，第二种情况 ，AI 大于 k。AI 大于 k 的时候呢，你实际上操作的是 DK 位，然后这一位是个0，然后00000，然后一直到 DAI 位是个1。然后你接下来一大堆操作会怎么样呢？你会把这个0变成1，变成1之后，由于新得的这个数变成了 k 加1个1，所以下一次你会操作这一位，然后你又把这个0变成1，然后你又增加了一个1，所以下一次会操作这一位，把这个0变成1，一直到操作到这一位，把这个0变成1，之后你操作它的下一位，这是个1，你把它变成0，变成0之后，总的1的个数减少了一个，所以你又操作一次，又把它这个1变成0，把它这个1变成0，然后一直到把这个1变成0，然后再把这个0，把这儿的这个1变成0。所以呢，实际上你就是对这些位，你把它们的0变成1，然后又把1变成0，操作2次，对这每一位操作2次，对这一位你操作1次。所以呢，经过2倍的 AI 减 k 加1次操作，变为 k 减1个1值的情况。然后大概操作顺序就是000001，然后变成1000001，变成1100001，然后这样一直变下去，变成1111111，然后再一次一次的把它变成0。也就是说，你在从 DK 位开始操作，然后经过2倍的 AI 减 k 加1次操作，最终把 DAI 位这个1变成了0，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生变化。然后你可以注意到上面这个实际上跟它是可以统一的，因为 AI 等于 k 的时候，2倍的 AI 减 k 加1就是1次，对吧？就是1。所以实际上合起来两个结论是一样的。故实际上这个操作
故通过2倍的 ai 减 k 加1次操作，变为，然后消去了第 ai 位上的1，然后变为 k 减1个1的情况，然后那是一样的嘛，然后你就是数 dk 减1位，然后它往后的第一个出现1的那个位置是 dA 多少，然后再去算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行了。所以这次故上述这个序列用把它分离出来，也就是西格玛 2ai i 等于1到 k 减去西格玛i 等于1到 k， 对，这最多取到了 2k 2i， 然后再加上 k 个1，加上 k 次操作就变成全零了，变为全零。行，这样两问的问题就都回答清楚了。第一个，你经过多少次操作都可以变成全零。第二问实际上就相当于你要算这个期望值。这就把原题的道理讲清楚了。然后你要把原题写清楚啊，就是考试的时候建议你写清楚，你就用归纳法来写好。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考试时建议用归纳法来书写。然后对这个序列中1的个数进行归纳，这应该是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确实会很难做。好，这是问题5，这几个题都比较简单。好，我们最后的时间用来说问题6。在讲其他做法之前，我首先要说这次考试我真正推荐的做法，就是我推荐用复数法来做。因为实际上这个题你一看那个原题你就明白，所有点的位置都是可以用复数很轻易的表示出来的。对，就是用复数表达毫无困难，然后你只是要处理2个共元而已，这个技术难度是很低的，你就生算一下就行了。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就1个多小时吧，不到2个小时就能做出来。然后你做这个题肯定是有4个小时的时间来做的，所以肯定是能做出来的。就是你实际上没有必要去想任何花哨的办法，大约就需要用到2个小时可以算出来。然后考试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就算你前面2个题做的差一点，这个你其实肯定也有3个半小时是有的。大概是这样。
就是你这个做法也非常稳，就是你一看哦，所有需要算的东西没有一个是难以计算出来，没有什么硬性的困难。就是复数只要套的圆不是很多，它计算工作量不会很大的。它这里面你处理的还是2个同质的圆，所以计算式会特别简洁。就计算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上课肯定不会去给你讲那一大堆计算，那这1-2个小时就过去了，你们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你如果想看算法的话呢，我没有写，你们自己的话可以去找求奥写的公众号，就是可以参考。公众号，复数法好，对，我忘了我有没有把他那篇转过来了，的文章。这个是求奥写的，对，这是我一个学生写的。当然他写的那个算法和我的算法不同啊，就是他那个要稍微麻烦一点点，但反正本质都是一样的东西，你们可以去参考这个学习一下。其实复数是非常有用的，只是我们很少讲，因为你上课去讲复数怎么算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复数是确实很有用。像今年过去的国家集运队考试的几何题全都可以用复数算出来，而且你考试的时候用复数算实际上是非常稳的，其他做法你不一定能够在有效时间内做出来啊。就我虽然不讲，但是我这个题我最推崇用复数办法来算。然后我们讲一下一些其他的做法。哎呀，这个大椭球，就这么看吧。哎，这个位置不能有本质错误，让这边画一点。好，首先说一些通用的东西啊，就是它本来是让你证明 PQ， 然后 AI 垂线和 DI 这3线交于一点。很显然，那个 Q 点是什么鬼玩意儿，就根本不用处理它的。所以我们就去做那个 AI 垂线和 DI 的交点，我们把这个交点做出来，然后我们要证明 X 在这2圆的根轴上。这个是比较显然的，因为你其他的肯定不好弄。我们做 AI 垂线 AX 交 DI 于 X， 这是肯定的。然后我们改为去证明 X 在圆 BFP 和圆 PEC 的根轴上。我们改为证圆 X 在圆 BFP 与圆 CPE 的根轴上。这是第一部分，这个第一部分是通用的，基本上很多做法都会这么样去处理。然后呢，
注意到这里面有大量的等角共轭和平行，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 dk 和 dr 是角 FDE 的等角线。然后呢，我们再把 AD 和这个 XP 也给它连出来。我们这样设 DI 交圆 DEF 于 K， 然后 AD PX 交圆 DEF 于 UV。 好，我们弄一大堆等角共轭和平行。我们有 AX 是 AX 和 EF 是平行关系，因为它们都与 AI 垂直。好，然后呢，我们熟知 DI、DR 是角 FDE 的等角线 ，DK、DR 为角 FDE 等角线。所以这样 KR 也平行于 EF。好，然后最后说到这个 UV，UV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注意到 PQ 是和它是共圆的。有 DPKR 共圆 ，KR 平行于 AX， 所以 DPAX 共圆。就是 KR 和 AX 是平行的，所以 PDKR 共圆，然后你把这个 KR 平移到上面 AX 这个位置，那么 DPAX 也是共圆的。这个当然也可以导矫正，但是没有任何必要，它就是个简单的平移。然后你注意到 DPUV 也是共圆的，然后它是 AX 这么挪过来的，所以 UV 和 AX 也是平行关系。有 DPUV 共圆，所以这样告诉我们 UV 是平行于 AX。不该设。所以 UVKREFAX 是4条平行的线，就是答案是这样。这个实际上就是把一个4点共圆还是平移再平移的一个结果。好，然后下面我们就执行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行了。我们是不是用小结论的形式来写？下面我们要干的事儿，我们要说明 x 在根轴上，其实我们可以改为说明 v 在根轴上。我们写到补充页去啊。说明 v 在根轴上。这个我们只用把这一小部分画出来就行了。这是 VP。小技巧就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就这样画一下。就做个补充图，就是我们要去计算 V 对圆 PEC 的圆幂。这个呢，你就简单的把 VE 连起来，然后假设它跟这个圆形成了一个交点 S， 设 VE 交圆 PEC 于 S。
然后呢，我们显然的有三角形 PVS 是相似于三角形PEC 的，所以 VE 乘上 VS 是等于 VE 乘上 CE 比上 PE 乘上 PV 的。PV 是公共的，就是你算另一个圆密的时候也可以类似的算出来。所以呢，这就变成一个很弱的问题。记一下这个结构，就是 VE 乘 CE 除以 PE， 然后 PV 是公共的，可以自动抵消掉。好，然后我们跳回去来做这个计算。于是 V 在根轴上就等价于VE 乘 CE 比 PE 等于 VF 乘上 BF 比上 PF。好，这个你看实际上就是比较简单的，它实际上涉及到哪几个比呢？它就是 VE 和 VF 的比， PF 和 PE 的比，然后再加上一个 BF 和 CE 的比。这三个比我们都是比较容易知道的，稍微用一下调和这些结论就可以了。我们随便写几组。我们有 UV 是平行于 EF 的，然后看看这个线啊，那么然后 A 点在这个位置，对 A 点这么引了两条线过来 ，AUD 和 ARP， 对，所以我们有 DEUF 是调和关系。所以呢，结合这两件事，那么 VE 比上 VF， 首先你由标准的等角共轭，它是等于 FU 和 EU 之间的比。然后呢 UF 和 UE 你就可以用这个了，那么就是 UF 和 UE 的比，也就是 DF 和 DE 的比。DF 和 DE 的比，这个我们会算呀。DF 和 DE 的比，那么也就是它相当于是同样的内切圆这边的两个角，所以是 cosine 比 cosine cosine 2/b 比上 cosine 2/c。 对，好，这是 VE VF 的比。然后 PF 和 PE 的比， PF 和 PE 的比一样的， PERF 调和，所以 PF 比上 PE 是等于 RF 比上 RE。RF 比 RE， 那么这就是里面直接算正弦就行了，所以它等于 sin 2/c 比上 sin 2/b， 这个标记为信号式。好，然后还差一个就是我们要算 CE 和 BF 的比，这个是熟知的。CE 比 BF 是等于 cotangent 2/c 比上 cotangent 2/b， 所以信号式成立，这样就完事儿。这个做法是我觉得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其实就是简单的把它转成平行线，然后 X 点是没有 V 点好用的，这个是比较容易看出来。其实还有小朋友把它转成更好的点，但是反而好像不好做了，奇怪。
好，然后我们继续说法3，我们再讲一种做法。这次得重新画一张很大的图。先要连一些线，然后这个 BIC 这个圆最好也是给它做出来，否则你会看不明白的。好，首先呢，我们给上刚才那个设置的那个 x 点呢，我们再给它找一些基本的性质啊。我们这样，第一部分呢，同法的第一部分，然后我们做出了 x 点，然后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x 点是有特殊性质的。我们把弧 BC 和弧 BAC 的中点做出来，取弧 BAC、弧 BC 中点 N 和 M。那么你注意到 AN 是自动垂直于 AI 的，于是 AN 是垂直于 AI 的。然后呢，实际上 DI 与 AN 的交点就是 X。
对吧？然后 mn 实际上就是那个大圆的直径。好，这个原 BIC 只是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这是背景板。好，然后呢，看看啊，然后它这个我们应该要把那个 Q 点给它找出来，把它设出来，假设在这儿，好 ，Q 点有一个特殊性 ，Q 点是在 BIQC 这个圆上的，应该把这个位置画出来，然后呢，Q 就不需要描述了，反正是原体的点。我们算一下它的角，我们有角 BQC 等于角 BQP 加上角 CQP，然后倒角，那么它在左边的这个 BFQP 共圆，右边的 CEQP 共圆，所以它等于角 BFP 加上角 CEP。然后这个角我们会，这两个角我们会算呀，这实际上就是弧 EF 嘛。所以呢，它等于角 BIC。好，所以呢 ，BIQC 共圆。这个结论就很强力了哈。BIQC 共圆。好，然后另一方面，就把 Q 的位置定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BIC 这个三角形，它和不是 IBC 这个三角形，它和 RFE 这个三角形是相似的。这个很容易嘛，就简单的倒一下角就可以看出来，对吧？好，然后不容易看出来的是，它们还有一堆对应关系。注意看啊 ，BIC 这个三角形它的外心是 M， 然后 RFE 它的外心是 I，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做出了 BIC 的外心 M， 然后以 MB 做圆 MBC， 然后M 是弧 BC 的中点，然后上面这个弧 BA， 上面这个弧的中点就是 N。然后呢，你这样同样的，你以 IEF 三点做一个圆，那么这个圆会穿过 A， 然后上面这一段弧 FE 它的中点就是 A， 所以这两个相似的三角形还有附带了两个对应的点，就是 I 和 M， 然后以及是 A 和 N， 它们是对应关系。这里 A I 我们先写的是 IBC， 那么也就是 M N 与IA 相对应。这个备注就得写半天。M 对 I 外心，然后 N 对 A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N 对 A 是它的外心与两边所形成的圆上的弧中点。
圆 BMC 上弧 BAC 中点，对应圆 FEI 上弧 EAF 中点，就这样。所以这两组是对应关系。好，这两组是对应关系就好办了。然后呢，那么这两个相似三角形，它是旋转相似嘛？它们这个旋转角，我们可以给它用这个图中的东西画出来。我们设 ni 交 ar 与 u，u 应该大概在什么位置 ？ni 用绿笔画吧。画在非圆上好了。那我们有角 NUA 就等于角 NMA， 所以 ANMU 共圆。然后呢 ，U 就在这个圆上。U 可以直接画在这个圆上。好，然后它同时也是这两个三角形的，这两个旋转相似的三角形所形成的这个夹角。所以呢，我们设 IU 与圆 BIC 交于 V。那么呢 ，V 同样的，我们有叫 VRB 等于角 PRF 就等于角 PFB 也就等于角 PQB。好，那么这样呢 ，PQV 是共线关系。所以你要证的实际上就只需要证明 x 在 PQV 这条线上，然后很明显，可以把 Q 扔掉，因为 Q 的性质不好弄嘛，所以只用证 PVX 共线就可以了。然后 PVX 共线这就比较好证了，因为这三个点的位置都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这里没有找到很简单的办法，所以用梅涅来算一下。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处理它。这个线画的太鬼畜。大概是这样，这是 V， 这是 P 啊，因为原图你看得很晕啊。实际上就是在三角形 ANU 中，然后你对 XPV 这三个点使用梅式。那么只用证
ax 比上 xn 乘上 nv 比上 vu 乘上 up 比上 pa 等于1。然后这三个量都很好算的，这个 ax 比上 xn 这是个平行线的问题嘛。它是 ai 比上 im， 看这个图，这是平行的关系嘛，对吧 ？ai 比上 im， 然后 ai 比上 im 这个我们当然是会算，这个可以直接转化过去。然后呢，这个 nv 比上 pa， 它是等于 vi 比上 pr。然后 vi 这儿呢，注意 u 是在这个圆上的，所以然后 mn 是直径，所以你把这个线连起来，这是个垂直的关系。所以实际上 u 是 iv 的终点 ，u 是 iv 的终点，所以呢 vi 可以直接换了，它就是 2uv 除以 pr， 哎，这不就搞定了吗？然后你只要会算一个 pr 和 pu 的比就行了，这只是个计算问题。这个计算不重要，看前面这个比较重要。这里面最精华的就是这两个三角形附带的把 mn 和 ia 转过去了。剩下时间好像不够把法4讲清楚了，那我就讲一小部分吧。提个头吧，因为法4开头比较简单，但是其实后面的其实挺麻烦。哎，这个圆是不是画飘了？
好，辅助线其实只有一条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这个实际上你背结论背多了就好。就是这里 IR 和 EF 的这个交点 S， 这个 S 是在原 BPE 和原 CPF 的根轴上的，就是 PSX 是共线的，实际上就是要说这个事儿。这里 IR 与 EF 的交点 S 是在原 BEP 与原 CPF 的根轴上的，且 PSX 是共线的。这两件事都不算特别难整，但是很长，就是你反反复复用对称是可以证出来的。大概是这样，就用这个可以生成一个有效的做法。那就这样吧，把这个记下去，就放学算了。不想讲这个东西的展开。这个把这个备注起来，然后你计算 PR 比 PU 就可以了。你只剩下这个了。